Hello，大家好，这里是莫娜。那么今天是从工作室里面顺了一盒样品过来。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 J20苍威了。不知道这款大家有没有期待？反正我是期待了很久啊。说实话，这种飞机魔改成这个造型的，我还是很喜欢的。那么所以听到工作室那边已经有完成度很高的这个样品了，我就直接拿过来了。当然，这个的话也仅仅只是外包装的盒子以及里面的这些板件袋子，以及上面板件的颜色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区别，其他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总的来说是完成度很高的一个样品了。那我这边就是为了解馋，顺便也给大家做一期这个展示嘛，所以说就直接带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这边说明书的话，页数一共是20页，打印还是比较清晰的，板件量不算很大。那么除去说明书以及前面那一小袋铁骨以外那就是剩下的板件了。板件总体的话一共是16块，板件不算很多大大小小加起来一共就16块。如果算上地台的话，那就是17块，但是它地台是单独给你直接盛放了，不算在板件里面的。那么板件方面，首先是透明件透明件这次采用的是一个蓝色的透明件，整体通透度还是不错的，上面稍微有一些细节。而剩下几板橙金色的板件的话，颜色锐度都还可以。而在深色板件上面的话，还是隐隐约约能看到一些水纹的，不过水纹并不多并且这个水纹在这个最深的这个黑色上面其实也并不算很多。总体来说的话，板件的质量还算不错。那么这次为了保证这个强度以及这个支撑，所以说采用了合金关节，也是 POM 件加合金件组合而成的，每个关节都是分开的，需要自己在拼装的过程中组装上去。那么在进行了一定的时间拼装那么咱们的这个苍威就已经完成了。那还是按照惯例先说组合度，这次的组合度是很不错的，出乎意料的不错。你根本不需要用到大力金刚指就算是拼到这个合金关节的部分你也是可以很丝滑的给它契合住的。那我想我这个样品都已经是这个组合度了，那么到大货的时候肯定会更加优秀一些。那么整体的配色以及设计的话，都是按照 J20来进行魔改的，所以说颜色的话也是一个深灰色、灰色以及黑色3个颜色来进行的一个混搭。同时中间还加了一些蓝色的透明件点缀，并且你可以从它的这个胸口以及肩膀处，包括头部都可以看出一些 J20的飞机元素，比如机头、涡轮以及飞机的翅膀。最有看点的应该就是它这个腿部，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大腿这边采用的就是 J20的这个尾部的这个推进器2个大喷口，这样子的一个设计就感觉像是一个 J20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直接变形变成了一个人形的样子。当然在这个腿部喷口里面也是用了这个蓝色透明件点缀的，模拟出一个火焰在里面盘旋的样子。在头部方面，眼睛为一个蓝色透明件在脸的两边有2个天线。当然天线作为易损品嘛，所以说它多给了2个天线，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把玩就算一开始的天线断了，也可以用这个备用的替换上去。那么苍威的总体高度的话，用卷尺量一下，大约到天线是23厘米左右。那么这个身板的话，大家可以跟它的前辈宇胜比一下大约的高度差。毕竟 Y20的话是属于一个运输机，所以说 Y20的大小是要比这个 J20要大上不少的。而合金关节骨架的话，主要用在了胸部、手部、腿部、胯部，最后还有一个脚部。在保持了一定的强度以后，还限制了一些重量，这样子把玩的时候就不会太累了。背包后面也是采用了飞机的机翼以及喷口的设计，喷口以及机翼都是有多段的可动调节的，机翼为一个球冠，整体的背包也可以进行一定的角度调节。背包的连接方式有点意思它并不是直接插进去的，它是一个卡扣的形式，插进去然后再往下进行按压卡牢，这样子的话会比较稳固，不会松掉。将上面的推进器与下面的这个机翼分开，然后将这个机翼组合在一起，最后咱们再安上这个剑柄，将剑柄安上去之后，它就变成了一把大剑了。那么这把大剑的话也是有30多厘米的长度比云胜的关刀也就短了一点点，拿在手上还是比较威武霸气的。当然你也可以调整下角度自由发挥，将这个武器变成一把弓也是可以的。将这个大剑两边的这个刀身将其取下，就可以变成2把双刀了。双刀也是可以直接安装在手上的，只能说双刀合大剑，大剑分双刀，这个玩法永远都不会过时当然武器配件还提供了一个组合件，可以将这个刀刃插在这个组合件里面，两边都安装完之后就是这个效果了。总体长度还是蛮长的，同时这个武器的样子让我想起了某个铠甲勇士那个样子跟这把刀还是蛮像的。那么可动方面，首先来头部头部的话是一个双段关节，所以说抬头、低头以及侧摆、转头的幅度都是很理想的。而在胸口这个飞机头这边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展开，将其拉出，上面这个小盖子翻开之后，里面是有一个驾驶舱的小细节的。这边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它是有一个座椅的刻画，同时在座椅的前面还有一个屏幕的刻画，就是很可惜它没有给一个驾驶员。
那么肩胛是由2部分组成，最外面这个是用球冠连接的，同时展开的话会有一个联动机构，随着展开上面会有2个导弹伸出。而这个肩胛的内部还收纳了一个折叠的手枪，这个手枪是通过卡扣卡上去的，按住一边就可以将其拆下，拆下之后将这个握把拉出，就可以变成一个手枪了。手枪一共有2个，可以直接握持在手上。而里面这个肩胛的话，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上抬，来给手臂平台进行一个避让。整个手臂360度的旋转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小臂处360度旋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在这个手臂外侧的这个臂甲这边也是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而在手臂内侧的话，还有一根黑色的动力管细节。手臂平台幅度大约在150度左右，手臂屈肘幅度大约在140度左右。肩膀处还有一个外拉关节，外拉之后可以增加一定的前倾幅度，大家可以看一下，大约是这样。同时外拉之后的平台幅度就更加可观了。腰部的可动是分为2段的，所以说它向前的弯腰幅度是很可观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弯腰的幅度。而向后仰的幅度就稍微小了一点。同时从背后看它的弯腰这边还是有做一个防穿帮的设计的，这点是值得好评的。侧腰幅度的话大约是在30度左右，整个上半身是可以360度旋转的。在前裙甲部分，2个裙甲都是采用了一个球冠的连接，所以说可以进行上下的一个避让。后裙甲的话也是一样的，采用了一个球冠的连接。腿方面，前踢是可以稳稳的超过90度的，同样的它的后踢也是可以超过90度的。大腿上的这个外甲是可以进行旋转的，进行旋转之后在平台就可以超过90度了。腿部结构不同于以往的这个机甲所以说它的腿部弯曲会不太一样。它的腿部设计，大腿跟小腿是有一个错开的，所以说在进行弯曲的时候角度会不太一样。同时这次腿部也是有做到一个联动效果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外甲的一个位移，同时还有液压杆的抽拉，从正面看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外甲进行了一个位移。脚部上面这个小装甲是可以进行一定活动，而整个脚部的话分为了3段式的可动，整体的可动满足一些日常的把玩以及接地的话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手型方面有一个4指的可动手4根手指是连在一起的，掌心的话有一个插桩用来连接武器的，然后还附带了一个开掌手型。那么支架部分的话是唯一一个跟云胜一样的支架，这个支架上面是一个接口，然后底下是一个调节角度的一个方向。说实话这个单一的角度调节还是有点简陋了，希望下一次能增加一下支架的可玩性。而支架的连接位置就在这个裆部的最底下有一个孔洞。那么最后咱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么这款 J20 苍威全名叫苍蓝之威整体的设计以及把玩性都是很不错的。同时它对比上一款云胜增加了一个合金关节，所以说它的这个支撑力以及把玩的这个手感都会比云胜好上不少。同时它的定价是99元，所以说性价比是很不错的，并且它的拼装难度并不是很高，所以说如果是新手的话，买这款来进行一个入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目前来看，我手上这个样品的完成度已经很高很高了，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它这个大货的实际效果会是一个怎样的效果。那肯定是比我手上的这只效果还要好一些。同时作为龙魂战机系列的第2款，我也还是比较期待它后面的 J31、J35 这种可变形的系列它会怎么进行一个制作。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做的是真的很辛苦从早上周一拿到一直做到半夜凌晨才做完，所以说求个3连，求个关注，谢谢大家了。